美国收到了最好的圣诞礼物。1991年12月25号，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演说，宣告苏联解体。美国上下都为这出乎意料的惊喜欢呼雀跃。然而，此时正在欢庆胜利的美国人却绝对不会想到，这一刻竟然是美国霸权的巅峰时刻。在失去了苏联这个最大的对手之后，美国确实成为了力压全球的世界霸主。但在这之后，美国迅速衰落，居然在短短30年后闹出了分裂闹剧。按照美国的设计，他们应该在成为世界霸主，从全世界吸血，继续扩大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为什么现实的发展却和人们所想的完全不同？作为一个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生产关系和社会模式都与母国高度类似的国家，美国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全盘继承了英国的霸权主义思维。然而，早在美国正式独立之前，国际秩序已经基本成型。即使美国实力迅速增长，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人们依旧认为世界中心在欧洲。为了争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美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美国没想到，对于那些自视优越的欧洲的老牌强国来说，吃干抹净不认账都是常规操作。在战后分赃的巴黎和会上，美国的诉求遭到了英法的共同抵制。最终，凡尔赛条约的内容与美国的期待相去甚远，以至于美国最终拒绝签字。甚至于连英法在战争期间欠美国的钱款都不愿意正常偿还，而美国却对此毫无办法。直到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光了底蕴，在战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而美国却因本土孤悬海外，又享受了一次战争红利。经济、军事实力均高速发展，欧洲终于不得不承认了美国的实力已经远超自身的事实，将自身的霸权让渡给了美国。然而，美国还没来得及为从欧洲手中夺得霸权而高兴，就发现自己到手的霸权居然不完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苏联是欧洲战场上的绝对主力，以2700万牺牲奠定了对德战争的胜利基础，这为苏联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同时，苏联体制在战争中反而展现出了惊人的优势，尽管也遭受到了战火的摧残，但苏联的工业在战争需求的逼迫下，反而实现了逆势增长。而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表现，也让世界认可了苏联一等军事强国的地位。尤其是苏联还打着一面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在战时各国共产党成为反法西斯重要力量，在国内影响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苏联影响力也空前扩张。而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战前因其社会主义属性被世界排斥，又因社会主义改革前只是三流国家而不被重视的苏联，竟成为了美国霸权的巨大障碍。在意识到苏联的实力和国际影响超出预期后，美国迅速改变了原定与苏联的合作，共同维持世界和平的计划，转而开始动用一切手段遏制苏联。为了防止苏联影响力的扩张，美国不惜以身入局，亲自下场插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阻止共产主义扩散。然而，美国这么做的结果却是令自身陷入了战争泥潭，反而让苏联趁机拉近了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越南战争之后，美国进行了反思，开始战略收缩，转而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去拖垮苏联。这一次，美国的策略奏效了。与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过多的资源，以至于苏联的民生长期得不到发展，后期民众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了倒退。美国抓住机会，利用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优越性，希望实现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美国打的主意是先将苏联拉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再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和丰富市场经验压制苏联，让苏联彻底丧失与美国争夺霸权的能力。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苏联人本应对美国的宣传有所防范，但由于苏联发展长期停滞，不少苏联民众甚至苏联精英都信了他们的邪。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竟真的按照美国的意愿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一通乱改，结果不出意外的是，越改越糟，反而加剧了苏联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完全无能为力。终于，在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被迫发表辞职演说，宣告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登顶全球霸权的最后障碍也不复存在。和平演变策略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美国的预期，连美国在制定这一计划的时候都没有料到，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居然会以解体而告终。在收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后，美国上下均为这一惊喜欢呼雀跃，认为这个消息是最好的圣诞节礼物。在他们看来，没有了苏联这个障碍，美国就能够随心所欲地行使霸权，肆意收割世界，美国永远优先的光明未来近在眼前了。
此时的美国人绝对不会想到，在取得了全球霸权之后，美国不但没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让自己更加强大，反而是因为过度使用霸权，把自己作进了衰落周期。客观来说，尽管美国的和平演变攻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苏联的解体的主因还是苏联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但美国并不会这么想，他们坚信苏联解体的主因是美国的压力，认定这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并由此自信心爆棚，认为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世界。在这种思维的引领下，美国开始上手去改造那些不符合自己期待的非民主国家。根据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大国小国享有平等的主权，即使是美国是世界霸主，也没有权利去干涉他国内政。但美国自恃实力强大，反正我下场了也没人敢拦，不顾国际法规则，在未获得联合国批准授权的情况下，先后发起了对南联盟的轰炸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各种支持反对派颠覆国家政权的干涉行为更是数不胜数。这种将国际规则踩在脚下的行为，确实彰显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却也使得美国的信誉和声望断崖式下跌。其他国家的人们向往美国，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强大，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通过舆论掌控给自己塑造的和平正义形象。当美国连联合国的阻拦都不放在眼里，只因为自己想就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国的和平正义牌坊也就竖不起来了。没有了美国爱好和平这一前提，美国的强大就成为了悬挂在其他国家头顶上的利剑，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因为所有国家都看到了一个令他们绝望的现实，那就是即使是老老实实去当美国的跟班，也不能保证自己逃过美国的针对。2010年，美国各路狂热 NGO 借一个突尼斯小贩自焚的事件，在中东掀起了阿拉伯之春。多国政府因为这场追求自由民主的运动被迫下台，其中最早在动乱中垮台的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和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虽然确实独裁，但他们都是亲美政权，一直以来都在按照美国意见在国内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面对 NGO 挑起中东乱局，美国果断在自由民主和听话小弟之间选择了自由民主，毕竟这关乎美国的制度自信，而 NGO 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性比小弟重要得多。更加糟糕的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自由民主改造也进行得并不顺利。美国以为只要美国天兵下场，推翻压迫人民的旧政府，再将美式民主的运行模式交给当地民众，当地就能够迅速变成一个符合美国期待的民主国家。然而现实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情况，美式民主在美国行得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却未必适用。这也就导致了在美国下场之后，轻易地推翻了原本的旧秩序，却没法给当地建立起一个合理的新秩序，反而导致当地的权力出现真空。权力就会造成混乱，各种恐怖分子也趁虚而入。对美国所宣传的自由民主未来充满期待的当地人民，最后悲哀地发现，在推翻了独裁政府之后，他们的生活甚至比之前更糟糕了。如此，他们对美国的感情自然由期待转变为仇恨，而这种仇恨令美国在当地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秩序的努力更加难以成功。而美国往往会在意识到对当地的自由民主改造行动成为了一个无底洞之后，干脆扔下烂摊子走人了事，却又在当地建立的新秩序不符合美国利益时，再度出手干预阻挠。美国的这种做法让全世界都看清了美国凭借霸权肆意欺压他国的傲慢和在建设方面的无能，人们对美国的好感因此被消耗殆尽。在国家软实力影响急剧消退的情况下，美国只能更多的去依赖他们冠绝全球的硬实力，其经济、军事上的绝对领先优势，去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然而，美国的硬实力在冷战结束之后也很快开始走下坡路。更加嘲讽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己作的。前面提到过，美国为拖垮苏联，与苏联开展了一场对经济消耗极大的军备竞赛。这一招虽然确实抓住了苏联的弱点，但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也是极大的负担。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自己也是深深的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摆脱天价军费的负担了。还有苏联东欧多年积累的财富可供自己收割回血。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外借机收割苏联东欧，对内则一面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一面鼓励军用技术转向民用，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经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好景不长，美国的经济很快却滑向了一个魔幻的方向。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金融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资本来说，利用金融手段赚钱比投资实业要快得多，回报率也要高得多，自然更加倾向将钱投入金融。而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要尊重资本的选择。当美国资本的钱都投入了金融行业，实体产业自然就开始衰退。但由于东亚国家能够为美国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补上了产品缺口，美国国内围绕金融展开的服务业也能提供社会就业。起初，这一问题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但金融产品最终也是要以实体企业作为支撑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过高，导致美国的经济事实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而泡沫总会有破裂的那一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终于有人开始认识到了泡沫的危害。但美国就将这一切归咎于亚洲国家金融市场不成熟。2000年，美国也出现了互联网泡沫危机，不过由于这场危机当中的炒作和巧合因素，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泡沫化问题依然没有足够的重视。直到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美国政府才察觉大事不妙，奥巴马提出了要再工业化、重振实体经济的主张。然而不幸的是，还没等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政策落地，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一直靠美联储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维持的美国股市先绷不住了。2008年8月，随着美国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暴跌，金融危机迅速席卷美国。为了保持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必须下场救市，但他们手中能够动用的钱却是有限的，不可能救得了所有的行业。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展现出了极端的冷酷性，而这种无情最终也反噬了美国自己。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当然是救实体更好，实体经济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且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金融业和相关产业在国家经济当中占比大，救金融更有性价比。对于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美国资本家来说，他们在金融上的投入更大，救金融他们的损失更小。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不顾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把国家救市资金投入了金融行业。通过金融救市，美国的经济数据确实很快就好看了不少，但美国的实体经济事实上是更加糟糕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政治异类特朗普才能够凭借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张，抓住美国工人们的心，出乎意料地走上了总统宝座。然而，尽管特朗普又是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产品，尤其是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又是包出政府补贴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还大手笔推出了万亿基建计划，想要重振美国制造荣光。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落寞太久了，基础设施已经相当陈旧，难以满足现代工业需求，而特朗普的基建计划也迟迟不能落实。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制造业的衰落，美国的工人的数量和水平也都已经大不如前。对于企业来说，美国的基建条件和工人素质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但用工成本却要高出不少。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即使特朗普为制造业回流不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但结果就是制造业转到去了东南亚、拉美，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局面并没有多大起色。在特朗普之后，拜登政府在再工业化方面的种种努力也因为类似的原因遭遇了挫折。这边实体经济迟迟不见起色，那边美国的金融泡沫却在越堆越高，而且这一次出现泡沫的领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更加的要命，泡沫被加注在了美元之上。作为国际货币，美元需要有明确的锚定物，这个锚一开始是黄金，后来美国发行的美元远远超出了黄金储备，又不愿意放弃美元霸权，于是又找到了石油做美元锚。石油作为能源是现代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美国用石油做锚定物也还说得过去，但是美国只有需要用钱了，就以超发货币来应对，就连石油这个锚定物也撑不住了。在这样情况下，美国出了一个奇招，宣布自2001年起，美联储将以美国国会确定上限的美债收益权为抵押，依据美债发行量发行货币。也就是说，自此以后，美元的价值不再有实质性的锚定物，而是以美债信誉作为支撑。但是，眼看美国政府发债规模持续攀升，在2020年超过美国 GDP 总量后，增长势头依旧丝毫不减，以至于不少人都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显然不可能如以往一样坚挺。然而，由于美国的霸权和结算惯性，美元依旧是各种统计当中的计价基准。
但这种幻象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就如欧债危机最终爆发一样，美债危机也迟早会迎来爆发的那一天，而绑定在美债信用上的美元也必然随之崩塌。比起美国经济衰弱方面早已有迹可循，美国军事上的衰弱显然更加出人预料。在冷战结束之际，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在海湾战争中仅用了42天就打垮了自称世界第3军事强国、拥有100万大军和大量苏制装备的伊拉克。然而在这样庞大的军费支持下，美国军队却依旧沦落到了就连胡塞武装这样一支拖鞋军都敢去打一打，而美军却拿胡塞武装没有什么办法的地步。对此，美国学者和亲美公知往往以冷战后美国忽视军队建设为美国辩解，并坚信只要美国增加军事投入，就能够迅速恢复往日荣光。但是事实上，美国军费开支一直都是世界第一，花在军队身上的钱常年比世界第2到第10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美国为军队花了这么多钱，军事实力却越来越差了？这完全是美国自己作出来的。在苏联解体之初，美国政府确实是想要削减军费，专注发展，并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由于美国的军备全靠军工企业供应，他们也担心自己削减军费的行为可能导致企业破产，令其手中掌握的军事技术流失，为此对军工企业之间的合并开了口子。有了政府的允许，美国军工企业迅速合并，反而形成了垄断，把军工产品定价权拿到了自己手中。在这之后，美国军备采购的价格就日渐离谱，什么上万美元马桶盖、上千美元咖啡杯、9万美元螺丝帽都冒出来了。这样的价格显然完全没有合理性可言，但是美国政府却居然接受了这样的讹诈。对于批预算的美国国会来说，价格合理不合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推动了预算通过，军工企业才会继续支持他们竞选，让他们的位置坐得更稳。对于确定采购案的美国军方来说，交易划算不划算不重要，重要的是定下了这笔采购案之后，自己家族的军工企业股份能涨多少，自己退休后去军工企业当顾问的薪资能高几级。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反正美国已经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对上哪一个国家都是碾压，亏了这一笔也影响不了什么。就这样，美国的军费使用效率在冷战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别看钱花的不少，但买回去的军备真的不多。除了军费使用中骇人听闻的贪腐问题，美国的军事发展方向也在美国的傲慢下出现了偏差。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对未来军事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判断，先后提出了高超音速导弹、导弹五库舰等先进概念。然而，随着冷战终结，美国自负地认定他们已经没了对手，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也就是去欺负其他国家的陆军。在这样的思想之下，此前提出的先进而正确的概念被美国全盘废弃，美国军工研发部门开始转而去搞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LCS 滨海战斗舰这样欺负陆军的大玩具。当然，以美国的一贯作风，这些项目的 PPT 还是做得很漂亮的。如果真能达到预期效果，就算设计理念有点走歪，但也不至于毫无用处。然而问题在于，美国军工企业并不打算认认真真搞研究，把 PPT 上画的饼落实，而是有困难就退而求其次，让这些项目彻底成为了笑话。最终，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下水3艘后就被美国叫停，滨海战斗舰更惨，由于合同已经签订，违约成本比建造成本还高，成了边造边退的著名笑话。就这样，在冷战结束之后30年，美军没有什么能够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新装备入役，反而是原有装备由于时间的推移不断老化、退役，军备水平不断下降。但军备水平越发糟糕，并不是美军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众所周知，在战争中，军备再怎么先进，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人。而美国的军人素质在冷战结束之后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近些年，美国空军事故频出，对此，美国监督机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美军的航空训练场地过时，资金不足，美军飞行员训练跟不上，导致在执行任务时容易出事故。飞行员这种最强调专业的兵种都能出现训练不足的问题，美军整体的训练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如果了解美军的现状，人们就会明白，训练不足还只是小问题，美国士兵当中居然出现了大量文盲瘾君子，这才是真要命。说起来，这也都是美国自己造的孽。为了彰显自身的霸权，美国到处进行军事行动，令有良知有思想的美国人对美军行为感到不满。这些行动引发当地的反抗，使美军不时出现伤亡，使得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愿冒险参军。
如此一来，美国愿意参军的人大多是那些日子不好过、想进军队混口饭吃的底层。然而，为了固化阶级，美国上层选择用快乐教育和大麻去麻痹底层民众，导致美国底层的文盲和瘾君子数量节节攀升。而军队这种地方是对纪律性要求最高的地方，但是要一群文盲瘾君子学会纪律服从，似乎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本按照美国的想法，就算是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虽然有所衰退，但是毕竟有巨大的存量优势，有能够利用霸权去剥削其他国家，如无意外，霸权照样可以长久维系。但是现实和理论是两回事，美国还真就遇上了他们的意外——中国。在苏联解体之时，美国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满心以为中国即将崩溃。结果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实力迅速增长，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美国霸权。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动摇美国经济霸权根基。2013年，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迎来挑战。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美国最终退走，美国的军事霸权也露出了颓象。中国的崛起让美国通过霸权收割世界的过程变得不再顺利，而在不能吸血世界补足自身之后，美国的国内矛盾也压不住了。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是美国无法摆脱的痼疾。在苏联还存在的时候，为了笼络人心，美国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的本性，给穷人提供更高的福利，阶级矛盾因此得到了控制。在苏联解体之初，美国能够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掠夺财富，富人吃完了肉，还有一些汤能够分给穷人，矛盾也不至于爆发。但是当美国已经没了对手，吸血又不再顺利时，富人绝不会让出本可以到手的利益。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底层失去发展机会，甚至中层也面临坠落危机时，矛盾就压不住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美国阶级矛盾的爆发。然而，美国政府依旧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举措来缓解国内的贫富差距，而是重点关注如何捂嘴。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的日渐活跃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到了这种时候，美国的政客们还在作死，为了选票附和民粹。这种做法确实让政客获得了政治收益，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却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民粹往往缺乏理智，政客为讨好民粹，使得其政治主张开始走向极端，导致在传统建制派基础上建立起的两党共识瓦解。如此一来，美国为保障民主、防止专政而进行的分权制衡设计，却成为了美国陷入否决政治僵局的制度基础。两党政客们在美国进行政治决策时，很多时候不再以美国利益为考量，而是对手支持我就要反对，为了否决而否决，使得美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更加糟糕的是，多番扯皮好不容易达成的一点成果，又可能在总统换届选举之后，因为政党轮替而全部白干。特朗普上台后不足半月，奥巴马政府所制定的多项政策都被其废止。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也对特朗普所制定的种种政策全盘推倒重来。这种反复不但导致美国政府的投入白费，还进一步加剧了两党之间的矛盾，令美国政府失能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而这又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撕裂更加严重。美国也有很多人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呼吁美国应当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这种呼吁并没有什么作用。如果回顾美国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美国这种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的现状，很大程度上还是美国政客们所一手推动的。上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国内矛盾也曾爆发，就是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虽然如今提起民权运动，都会说是美国黑人反抗种族压迫，但是事实上，如果看当时的影像资料，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的各种弱势群体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为自己争取公平。美国的上层精英们担心，如果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动摇他们的地位，于是来了一手分化操作。他们将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划分为黑人、女权、LGBT 等不同的群体，针对单个群体出台照顾法案，不提反压迫，只提群体补偿，挑动下层内斗，缓解自己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在美国政府的努力之下，美国底层很多人建立起了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这让一些政客们看到了机会。早先的美国社会还有一定的流动性，即使是弱势群体当中，也同样有人能够进入上层社会，而群体认同就会成为他们获取选票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客们开始一边在自己身上叠加群体 buff， 一边进一步推动这种群体认知的加强，鼓励这些群体去争取补偿。但是这种做法也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而政客们也在迎合相应标签群体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国家共识。人们能够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分歧就越发严重，政府所提出的政策在国会的通过率就开始不断下降。这种矛盾在特朗普横空出世之后，已经达到了某种临界点。在特朗普之前，政客们虽然会在竞选中玩身份政治的把戏，但是当选之后还是会弥合社会分歧。但特朗普却在当选总统之后，依旧不承认自己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因此，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分裂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尤其是在2020年特朗普败选，其支持者竟然发起了占领国会山事件后，美国分裂更是成为了国际笑话。美国政客当然也知道形势的严峻，但是在社会已经高度撕裂，美国政府也拿不出足够的钱给各个群体发福利、粉饰太平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不极端就没选票，那些相对中立、主张团结的建制派正在被美国政治所淘汰。政客们的极化分裂导致了美国政治上的失能，而政治失能又会拖累美国经济、军事的发展，也会令美国的国际声望进一步下降。而这又令美国国内矛盾越发尖锐，社会撕裂更加严重，民意进一步极化，被选票绑架的政客政治主张也越发极端，政府更难达成共识，政治失能问题更加严重。如此，美国形成了一个糟糕的恶性循环，在衰落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36省的简称省会：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甘肃省，简称甘；省会兰州；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陕西省，简称陕；省会西安；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州；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安徽省，简称皖；省会合肥；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四川省，简称川；省会成都；贵州省，简称黔；省会贵阳；云南省，简称滇；省会昆明；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江西省，简称赣；省会南昌；广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海南省，简称琼；省会海口；新疆，简称新；省会乌鲁木齐；内蒙古，简称蒙；省会呼和浩特；宁夏，简称宁；省会银川；广西省，简称贵；省会南宁；西藏，简称藏；省会拉萨；北京市，简称京；省会北京；上海市，简称沪；省会上海；天津市，简称津；省会天津；重庆市，简称渝；省会重庆；香港，简称港；省会香港；澳门，简称澳；省会澳门。你们都是哪里的呢？